是什麼讓我在深夜的浦東機場逆向狂奔怒燒200大卡？號稱內地航司商務艙天花板的東航，在區域和洲際航線上有何差異？東航又在降本增效方面有何建樹？歡迎回到 VAT 飛旅報告，讓我們搭乘中國東方航空由新加坡經上海轉機飛往米蘭。那之所以選擇這條稍顯繞路的航線，原因其實非常現實，這是當時我們能夠找到的最便宜的商務艙航線，往返4段，共計40個小時的航程，總價大約在16000人民幣，加上機型和時間都還不錯，所以我們便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東航的航班。東航每天運營着5個往返浦東和新加坡的航班，從樟宜機場 T3 航站樓的7號門進入，9號島台便是東航的值機櫃台。如果經由上海轉機，則需要簽署對應的開箱安檢同意書，而就是這一不起眼的簽名，也成為了我後來在浦東機場有氧訓練的導火索。然後這個休息室在過海關之後轉左手邊上一個手扶梯就到了。好，可以了吧？好，謝謝。彼時的樟宜機場有一些活動，好像是能夠憑購物小票抽獎，另外當天還有民間藝術團的表演，很是熱鬧。東航在新加坡使用的是第三方的 SAT 休息室，往 A 區登机口走幾步，上扶梯就能夠看到。這個休息室面積很小，高峰期的時候非常擁擠。餐區的桌子也不多，但是在食物的選擇上相對還不錯。那酒水飲料呢，也是基本管夠。SAT 的特色就是這個全自助的拉克薩麵檔。那在休息室簡單墊個肚子，我們就準備登機。今天的登機口位於 B5， 直飛今天航班的是東航的 A350-900， 注冊號 B-329E， 機齡4年，配有4個豪華商務艙或者頭等艙、36個商務艙、32個超經以及216個經濟艙座位。9A 這邊請。我們今天的座位9A， 奇數排和偶數排的商務艙座位在布局上會稍有不同，奇數排的儲物空間位於機窗一側，而偶數排則位於過道一側。另外，可能是航程不長，所以東航在這條航線上給配的是一條薄薄的毯子，而拖鞋放置在了這個袋子內。這個扣子做的還挺中國風的。我們來聊一下娛樂系統啊，這個 PTV 支持藍牙耳機的連接，而東航在這個系統內還配備了客艙的 3D 視圖。那作為飛友最開心的當然就是這個機上攝像頭。在 PTV 的右上角有一個掛衣鈎，而在我們的扶手側是座椅的調節按鈕，另外置物台上也有燈光和座椅的調節按鈕， PTV 遙控也收納在這裡。這個遙控上可以看航圖，但是看不了機上攝像頭的畫面。往後看，頭部一側是一個閱讀燈，旁邊是一個雙層的置物架，上層是耳機和礦泉水。這個耳機屬實是廉價感拉滿。另外呢，裡面還有一個壁燈。下層這裡可以放很多的東西，還挺實用。而旁邊就是插座和 USB-A 接口以及一個耳機接口。奇數排的靠窗旅客享有額外的腿部一側的儲物空間。另外比較好的是，東航可以配備了一個可自由調節的雙層電動遮光簾。在這條航線上，東航給的菜單就相對比較單薄啊。我們今天給配的是正餐。這個你需要用3飯法，然後這3個的可以帶着焗飯法，豬肉的哈，豬肉焗飯，焗飯法，好，你做焗飯。对，其實這個裡面的話，它沒有配什麼飯，它主要主食就是馬鈴薯。哎，菜還夠
牛肉面嗎？這裡要說一下，這個東航的飲品單看起來是很豐富，但是下面的小字說明也是一大堆。配饮料嗎？对，今天有配饮料千层吗？饮料千层的话可以给您做，因为它经常是配那个会配柠檬汁的，它没有配柠檬汁，这柠檬我直接给您收了。算太麻烦了。没事，不，就这个要加冰块吗？加冰块。OK， 谢謝。沒關係的。隨着安全視頻漸入尾聲，讓我們準備退出起飛。感謝您搭乘中國東方航空班機，每一次的陪伴都是新的融通，每一次的起飛都是連接世界的精彩。航班從 Bravo 5登機口推出，經滑行道 Victor、Quebec 滑行至 Tango 1的耐點等待，將通過2棟中跑道起飛。女士們、先生們，飛機即將起飛，請再次確認安全帶已經繫好，手機關閉或處於飛行模式，謝謝。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double check that your seatbelt is securely fastened and all headphones should be switched off or set to airplane mode. Thank you. 航班起飛後向東北方向飛行，經中國南海、廣東、福建、浙江，到達上海浦東國際機場。東航的這款座椅配有一個隱私門，除了可以滑行打開之外，還可以向外推開，以便快速出入。東航目前已經開放了全機的免費 WiFi， 不過商務艙一直以來都是免費，速度還不錯。依稀記得在俄羅斯上空呢，會比較容易斷網。起飛後不久，晚餐服務就準備開始。首先是飲品和一包堅果，這裡的堅果沒有加熱，也沒有裝盤。然後呢，今天的主食和小菜一併呈上。我們今天點的是牛肉意麵，搭配一小碟水果、煙燻三文魚的前菜，而這個餐具上也印有東航的 logo。一共有7片牛肉啊！我不得不說，這個牛肉給的確實是很慷慨啊，一共7片，而且都很厚實，吃起來很滿足，分量也不錯，可以吃飽。不過今天的餐前麵包就來得比較晚了。喜歡哪一種蒜香的或者是芝麻的？最後就是這個甜品車，有蛋糕和哈根達斯可選。直到這個時候，我其實已經有一點點吃懵了，不過還是選了一個冰淇淋。現在離我們落地呢還有大概2個半小時啊。然後現在窗外正是藍調時刻，所以帶大家來看一下。歡迎來到上海浦東國際機場，隨着飛機穩穩剎停，讓我們準備轉機前往米蘭。
我們今天的後續航班也從衛星廳出發，所以我們直接前往衛星廳的137號休息室。這個休息室大概是2艙和高卡共用啊，總體面積還算不錯，但在夜裡的10點到11點仍然是人頭攒動，難以找到座位。來到東航的休息室，怎麼能夠少了東航那碗面？東航呢是真的把那碗面做成招牌了哈。其實我覺得這個做法還挺聰明的，大家都排着隊去嗦面了，誰還會盯着自助區到底有幾個熱菜，自助餐食到底好不好吃？這樣也減少了浪費，所以從長遠的經濟效应來看，其實應該還不錯。這裡呢好像有一個室外的空間啊，不知道白天或者天氣好的時候是否可以出去。另外呢，這個休息室也配備淋浴間，需要排隊預約。而也正是這次排隊，成功的讓機場的海關部門找上了門。於是，本來準備舒舒服服洗個澡的我，開始了一場橫跨浦東機場的折返跑。但因为實在是匆忙，沒有錄下奔跑的過程。OK， 現在是北京時間的晚上12點44分，我們剛剛看我滿頭大汗啊，剛剛從這個 S1的衛星廳的這個休息室一路回到 T1。重新回流到值機區，然後重新開箱檢查，是因為我的包裡呢有一個類似於看起來像這個充電寶一樣的東西，但實際呢是一個制冷的設備，然後它不是一個單獨的電池。也要特別感謝浦東機場的這些工作人員呢，一路跑回了這個值機的櫃檯那邊。現在是12點45分，我們現在正在等這個捷運回到這個衛星廳。本來是想在休息室洗個澡的，這麼一折騰，反而更多汗了。回到衛星廳後，已經是沒有時間再回休息室了。是的，那最後是什麼？是哪個東西啊？我的那個送台來了。那個什麼？那個掛脖子上那個空調，長得像那個面包。哦，所以他以為是充電寶，所以還是可以的。還是可以說。我們的登機口位於 G117 直飛上海米蘭航程的，仍然是東航的 A359，注冊號 B-30CW， 機齡6年。頂着一身的汗啊，讓我們準備登機。累瘫了，我今天无端多了有氧。那如大家所見，像10A 這樣的偶數排的座位呢，座椅就會直接靠窗，而犧牲掉了一部分的儲物空間。這個毛巾真的很及時啊，讓我整個人舒服和清爽了不少。東航在洲際航線上給配備了洗漱包，另外還有更厚的被子，但是沒有床墊，而菜單和飲品單也會更加豐富。這個菜單很神奇啊，把1年4季的全寫進去了。對於乘客來說，其實不是很直接，理解成本也挺高的。不過晚餐的菜品選擇和套餐相比起區域型的航班來說，會更加豐富。本次航程一共提供2次正式的餐食服務，晚餐和落地前的早餐。輕正食大概是在飛行途中可以隨時點的。飲品方面也會有更多的選項，主要是體現在酒單上面。準備就緒之後，讓我們準備推出起飛。航班從 G117 停機位推出，經滑行到阿爾法滑行至 Bravo 8等待點等待，將通過腰拐左跑道起飛。女士們、先生們，飛機即將起飛，請再次確認安全帶已扣好緊緊，手機關閉或處於飛行模式，謝謝。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double check that your seatbelt is securely fastened and the mobile phones should be switched on or set to airplane mode. Thank you.
航班起飛後向西北方向飛行，經蒙古、俄羅斯、芬蘭、德國、瑞士南下，到達米蘭。起飛之後，讓我們首先来開箱一下這個洗漱包。首先，这個洗漱包本身的材質還挺奇怪的，捏起來花花響，像小孩的廉價玩具。洗漱包裡的內容也很有限啊，眼罩、耳塞、牙刷、牙膏、梳子，沒有任何其他個人護膚類的備品。那同樣是起飛後不久，我們就開始了晚飯環節。東航的這個一次性桌布啊，從質感上來說確實是差了點意思。這次我們點的特調是寧夏，大概就是氣泡水加檸檬片加薄荷葉，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不推薦。那由於航程比較長啊，所以這次的晚餐流程呢就會相對比較全面。先上的是前菜和餐前麵包，同樣是煙燻三文魚，搭配上一些水果和土豆沙拉。前菜完成之後呢，才會迎來我們今天的主食。牛排配土豆，說實話，這個擺盤看起來還不錯，這個番茄挺亮眼的。不過這個牛肉看起來就是已經很熟了。牛排的味道呢，其實很入味，不過就是有點難嚼。而在主食之後，便是水果和奶酪的環節，另外給搭配了胡蘿蔔、芹菜和餅乾。那最後呢，空乘也送來了一些巧克力。OK， 我們剛剛已經吃飽了飯啊，現在準備去換個睡衣，然後睡個覺。這個睡衣是在登機後另外發放的，空乘會詢問是否需要，也是可以帶下飛機的。材質應該是棉的啊，稍微有點偏硬。終於我們可以休息一會兒了。很奇怪的是，雖然這是一架A350，但是當天的機艙內非常的乾燥，導致睡的時候喉嚨就不太舒服，起床後喝水都費勁。那剛剛我們大概睡了3個多小時啊，然後我們一路已經從上海出發，經過了北京，然後一路向西北方向飛行，現在是到了阿勒泰的附近。我們還有6個小時54分鐘的時間才能到達米蘭。苦苦睡了一覺之後，我醒來猛然發現我們已經錯過了日出，還挺可惜的。那在商務艙的中間位置呢，東航在這裡準備了一個零食台，有一些薯片、巧克力和水果。當然，你也可以在這裡點一些麵和粥之類的輕食。現在是米蘭當地時間的早上5點04分，然後我們現在離降落還有2個小時。我們現在呢開始了早餐的服務。那今天有2個選擇，一個是西式跟中式啊，我們還是選擇了中式早餐，估計是一些點心。讓我們來看看等下早餐吃些什麼。早餐呢是給配了4個點心和1碗粥，另外還有一個小蛋糕、水果和一小碟下飯的配菜和半個滷蛋。這一口還是比較滿足的，然後裡面的蘑菇比較多，然後肉也不少，所以還挺香的。那這個包子呢是木魚汁流沙包啊，但大概是放久了或者加熱過了，導致裡面這個流沙都已經乾掉了。包子本身也不是特別的蓬鬆，所以這一頓早餐反而讓我最滿意的就是這個鹹菜毛豆配粥。換好衣服，讓我們一起飛越阿爾卑斯山脈，準備進米蘭馬爾彭薩國際機場。客艙請完成下降準備 ，Cabin be ready for descent。
歡迎來到米蘭馬爾彭薩國際機場。東航在這兒似乎很難排到廊橋的位置，而機場呢也不提供2艙的接駁車，所以大家下了接駁車之後一定要加快步伐，爭取至少要超過同班機的旅客。不過由於早間還是有很多其他亞洲的航班進港，所以哪怕我們跑贏了我們這個航班上的所有旅客，我們仍然排了2個小時的隊才通過海關。那在最後的浦東機場事件回顧之前，我們先總結一下這次的旅程。這是我第一次搭乘東航的國際線，也是第一次體驗東航的 A350 商務艙。總體從硬件上來說，除了這個無力吐槽的耳機之外呢，整體的座椅硬件已經達到了在我認知內內地航司的最佳水準。而最大的賣點就是這個隱私門。從餐食上來說，總體我覺得能給到一個慷慨的評價，基本不用擔心吃不飽，豐富度足夠，但是口味和烹飪水平上，我覺得還是可以再加強一下的。東航的這2款特調飲料寧夏和明亮前程，坦白點來說，明顯研發誠意不足，而且很多航班其實不提供。檸檬汁還得靠好心的空乘手動暴打，反而是他们的那個東航那杯茶比較讓人眼前一亮。服務上而言，無論是響應速度、親切度，還是服務的主動性，都是非常不錯的。你也能夠感受到東航仍然是對飛友最友好的內地航司之一。無論如何，我還是要對這次行程中的空乘們表示感謝，尤其是那位幫我手動暴打檸檬的小哥。整個旅程中，作為旅客，我還是能夠切實體會到東航或有意或無意的對於成本的控制，比如說廉價的這個商務艙耳機、毫無內容的這個洗漱包、輕飄飄的桌布，以及區域航線上薄薄的毛毯。All-in-one 的菜單和酒水單，搭配上讀起來都費勁的小字說明，讓我產生了一種你給不起就別寫的憤懣心情。不過看在40個小時的商務艙只需要16000的份上，還有什麼自行車呢？我只能這麼安慰自己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次對旅程的總結，不知道你會不會選擇東航的商務艙呢？最後，讓我們來回顧一下當晚在浦東機場到底發生了什麼。起因呢是我的行李箱裡面有一個長得很像充電寶的一個帶電的裝置啊，但是它是內嵌電池，它不是一個獨立電池。然後呢，行李從新加坡到上海之後呢，還是要經過上海海關的這個安全檢查的，出現了這個安檢的警報，所以呢，這海關人員就需要這個開箱檢查。那麼我最開始在新加坡值機的時候簽的那一個開箱的一個知情同意書之類的東西啊，那個上面的簽字呢，他們說比較淡，所以他們不敢確定是不是可以開箱，於是來到休息室來找到我。這個過程也很神奇哈，就是他們可能知道我是公務艙旅客，所以打給了這個休息室，然後呢，我又正好在休息室預約了那個淋浴間，通過淋浴間的這個蜂鳴器啊，他們找到了我，所以這個過程很曲折，我不知道他們中間經歷了多少輪的溝通啊，應該是一個挺複雜的事情。那2位工作人員來到休息室之後呢，他們問我是看我是直接簽這個知情同意書來開箱，還是保險起見我去現場去看一下啊。那比較緊急的是呢，當時是凌晨的0點55分要準備登機了，當時的時間是大概是夜裡12點。所以只有55分鐘的時間，我們要從 S1 的衛星廳一路返回到 T1 的東航的這個值機島台，然後中間很感謝的是，每一個環節啊都有這個工作人員已經做好了溝通，甚至有人已經安排好了來對接，所以我每一步啊它都是有人帶的，一路從 S1 衛星廳坐捷運回到 T1，然後 T1 返流取消我的這個直過的這個行程，然後最後才有人再有一個小姐姐帶我一路奔向這個 L 島台啊，然後 L 島台那邊呢，他們也已經把行李從這個海關那邊幫我拿到了這個3樓，所以整個流程稍微加快了一點。那最後開箱檢查呢，發現那不是一個單獨的電池，那只是一個裝置啊，所以不需要單獨的重新拿出來自己帶着，所以就是簡單檢查一下之後，再過了一遍安檢之後就沒有問題了。最後回到S1 衛星廳的時候，正好是準備登機的時候，那這就是一整個流程啊。我覺得這個事情是一個很多方面很湊巧的一個事情。我剛好帶了這麼一個裝置，然後我的這個簽字呢又不是特別的明顯，也很幸運的是這個事情也很湊巧，是因為我當時正好在休息室，然後有這個淋浴間的登記。整件事情過程中呢，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盡量不要把一些長得很像充電寶的東西放在這個行李箱裡，或者長得很像鋰電池的東西放在行李箱裡。第二呢，就是特別感謝這些工作人員一路把我帶回到T1。我相信中間這個很多的工作
流程啊，或者說溝通是需要很多的时间跟精力的。对，那就是这样。那之前呢也收到过不少的評論和私信来問我的拍攝設備啊，所以在回程航班上呢，我也記錄了一些真實的拍攝幕後的故事，可能會在下期分享給大家。主要包含了我的拍攝設備、配件、參數設置以及拍攝的一些經驗和思路，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那如果你感興趣的話，歡迎多多關注我的頻道。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我們下期再見。